想象一下，你在万米高空坐着飞机，突然间气流的波动使得飞机开始剧烈的颠簸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正在吃的饭喝的饮料也洒了一地。这个时候的你可能会拿出手机拍下这惊险时刻，在日后看仍然会心有余悸，因为至少你现在还活着。但是如果让你脱离飞机，独自一人在万米高空，周围都是冰冷刺骨的空气、闪电和狂风，你的生命仅靠一顶滑翔伞维系着，这该有多么的绝望呢？没错，这正是一位滑翔伞运动员在2007年经历的生死时刻。这位出生于波兰的女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意外被吸入到了雷暴云中，并且失去了意识。在零下50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，几乎冻成冰块的她，以其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成功救下自己，成为滑翔伞界的传奇人物。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即便面对大自然的最强威胁，人的意志力有时候也能够创造奇迹。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她又是如何自救的呢？伊娃·维斯涅尔斯卡于1971年12月23日出生在波兰的一个普通家庭，从小对大自然和冒险活动充满热情。他在家乡完成了基础教育，并在10几岁就接触到了滑翔伞运动，很快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，并逐渐将这项运动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。20世纪90年代，伊娃搬到了德国，开始了他职业滑翔伞的生涯。他不仅参加了各种比赛，还与世界顶级滑翔伞运动员合作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。在滑翔伞领域，他因冷静的判断力和卓越的飞行技巧而迅速崭露头角，并多次在国际滑翔伞比赛中获奖，包括欧洲锦标赛和世界滑翔伞锦标赛。他的飞行风格以大胆而优雅著称，同时对天气和气流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常说道，飞翔不仅仅是一门技术，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艺术。而这次的遭遇让他更加确信，这门艺术不仅需要天赋，偶尔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2007年，他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世界滑翔伞锦标赛，这是滑翔伞运动领域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，通常由国际航空联合会主办。比赛任务是由赛事举办方设定的，通常包括三角形飞行路线、竞速飞行和定点降落任务。飞行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并尽可能快地到达目的地。得分根据完成任务的速度、路线精准性以及任务完成情况计算。此外，飞行员也需要严格按照设定航线飞行。而关于天气，比赛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天气条件下进行，举办方会实时监测天气，以确保飞行员的安全。一旦天气条件恶化，比赛可能暂停或者取消。所有参赛者也必须使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滑翔伞和配套设备，列入 GPS 和飞行记录仪等等，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。2007年2月14日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小镇马尼拉举行了世界滑翔伞锦标赛。在赛前，参赛选手必须要参加一次提前的飞行训练，以了解当地的地形和飞行条件，而伊娃也一样。他与另外200名选手一起进行了一次越野比赛训练飞行。当天的任务是完成一段复杂的三角形飞行路线，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返回到起点。然而，澳大利亚北部的夏季天气极为多变，比赛组织方虽然已经预警可能会出现雷暴，但许多飞行员，包括伊娃在内，仍然决定继续训练。毕竟天气不等人，谁也不能预测到比赛时候的天气。当训练开始时，天气还算是良好，飞行员们利用上升气流逐步攀升高度，而伊娃表现出色，在飞行前半程保持领先。然而，随着比赛的推进，天气状况迅速恶化，雷暴云开始形成，一些飞行员纷纷调整航线，避免危险区域。但伊娃却在高速飞行中误入了雷暴云的范围，一瞬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周围全被云层当中的浓雾包围着，强大的上升气流将他的滑翔伞带离了安全高度。此时他的高度表不断攀升，很快就突破了普通滑翔伞飞行员能够承受的极限高度，最终他被吸入到了雷暴云的核心地带，滑翔伞失去了可控性，他整个人被卷至约1万米的高空，甚至超过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。要知道，普通滑翔伞的飞行高度也就1000至3000米，许多比赛的飞行高度也会限制在4000米以内，为的就是不与民航航线发生冲突。而伊娃的这个高度已经进入到了平流层，那么雷暴云为何可以让伊娃冲上云霄呢？首先，雷暴云当中的上升气流极其强劲，它能够以每秒高达20米的速度将物体或飞行员向上推送。如果是强雷暴的话，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秒50至80米。本身滑翔伞飞行员在飞行时特别依赖热气流上升以获得高度，但雷暴云中的上升气流远远超过了普通热气流的强度，且无法被轻易避开。
具体点来说，雷暴云的形成源自于地表热量蒸发的水汽快速上升，在高空当中，这些水汽冷却并凝结，以释放出更多的热量，进一步增强了上升气流的强度。当伊娃误入雷暴云区域时，它的滑翔伞被卷入到这种异常强烈的对流中，在一整片雷暴云中，它渺小的像是一片树叶，越飞越高，瞬间被带到了极高的海拔，甚至超越了大多数商业航班的飞行高度。另外，雷暴云当中往往伴随着极端的天气条件，就比如强风、闪电、冰雹和低温环境，这些因素使得伊娃难以控制滑翔伞，并极大地增加了危险性。此时的伊娃遭遇了他一生当中最极端、最恶劣的环境。当时他周围的气温下降至-50°C，氧气极其稀薄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当天他只穿了一件 T 恤和薄外套，他的身体表面迅速结冰，整个人僵硬的犹如一尊雕像，甚至连滑翔伞装备也被冰雪覆盖。最终，他一度失去知觉，整整40分钟。GPS 设备记录下了整个飞行过程。好在当气流将他抛至顶点后，在某个时刻，滑翔伞由于附着了大量的冰雪而导致塌陷折叠。伊娃和滑翔伞开始自由落体，失去控制的滑翔伞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坠落到了6900米的高度，顺着风势，滑翔伞再次打开。这时的伊娃也从昏迷当中回过神来，他看到了他的太阳镜、滑翔伞的座舱盖以及保存这次飞行参数的仪器上都结满了冰。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缺氧，但在长年累月的训练当中，肌肉记忆让伊娃的身体在本能作用下还是保持相对稳定。好在他的滑翔伞开始逐渐下降，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40分钟。当他完全恢复意识后，发现自己仍然处于高空，但情况有所好转。只不过这个时候周围开始下起了冰雹。在后来的回忆中，伊娃声称当时的冰雹有西瓜这么大，小的也有像橘子、苹果般大小。这些冰雹时不时打在伊娃身上，让他疼痛不堪。面对严重的体力透支和寒冷，他以顽强的意志力努力操控着滑翔伞，寻找合适的降落区域。依靠多年的飞行经验，迅速评估了周围的环境，并调整滑翔伞的方向，以避免再次接近危险的雷暴区域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云开始散开了，伊娃看到了地面，甚至还看到了一些牛群。他意识到有牛的地方应该也会有人，于是他尽全力地控制着滑翔伞飞过去。他知道此时的自己应该是获救了。最终他成功降落在了一片空旷的农田中。在伊娃降落后，由于极度寒冷和身体僵硬，他无法立即行动。幸运的是，他携带的 GPS 定位设备向地面团队传递了他的位置。救援团队在收到信号后立即展开行动，几个小时就成功的找到了他。随后一群人对他进行了初步的医疗检查，发现他全身都有被冰雹砸过的痕迹，四肢和脸都被冻伤。他们迅速将伊娃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。飞行记录仪显示，他在上万米的高空当中度过了大约40分钟。虽然当时他整个人几乎呈冻僵状态，但医生分析说这反倒是救了他，因为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，心脏和身体其他器官的活动就会减慢，身体就会陷入一种奇特的类似于冬眠的状态，这也刚好保护了他。但是如果再久一点，伊娃可能真的就会被冻死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在经历了如此极端的情况下没有受到致命伤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，他的身体逐渐恢复，最终奇迹般的没有留下任何永久性伤害。然而在伊娃出事的同一天，却传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，一名中国男滑翔伞运动员在飞行时遭遇了同样的风暴，在距离起飞地点75公里的地方，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滑翔伞专家称，他很有可能被风暴吸入后窒息或者是冻死，随后坠入到了地面。由此可见，伊娃也算是九死一生了，因为他在失去知觉的那40分钟里，任何意外都可以置他于死地。窒息、极寒、雷电，包括滑翔伞不堪重负的折叠，而他却躲过了所有的不幸，甚至连带滑翔伞自由落体时，伞都能自己恢复成原样，强行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拽了回来。这次的生死经历不仅撼动了全球滑翔伞界，也让伊娃成为自然力量面前人类顽强生命力的象征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次的经历让他更加敬畏自然，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在这次事件过后，伊娃继续他的滑翔伞事业，同时也开始以演讲者的身份分享他的故事。他的演讲主题包括挑战自我、克服困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他还特地出版了一本自传，详细记录了他的经历，并激励了无数人。他还积极参与飞行员培训项目，尤其是针对气象知识和极端天气应对能力的课程。他认为充分的知识和准备是避免类似事故的关键。他还与多个气象机构合作，共同研究雷暴云的形成与预测，希望通过科技手段降低飞行员遇险的概率。此外，他还逐渐涉足环保领域，倡导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。他相信保护自然不仅仅是对环境负责，也是为像滑翔伞飞行员这类的冒险者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。伊娃用自己的经历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在逆境当中的顽强精神，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尊重自然，珍惜生命。她无疑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，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滑翔伞传奇人物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伊娃的故事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抽赞和关注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